眼中我考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伤残退伍军人独斗村里恶势力，用生命和鲜血守护国家山林的故事。影片名字叫做《天狗》。今天要说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天狗的英雄，他历经沙场10年，立过无数战功，直到这一次，他在战场上不幸被打残了一条腿。因为天狗再也上不了战场，所以在复员后，他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当护林员。于是故事就发生在了这个叫半园村的地方。这天，天狗带着妻儿初到山村，村里所有的父老乡亲都来到村口迎接，大家都非常的热情朴实。在将他们一家3口接到居住的地方后，又送来了许多礼品，这让天狗一家盛情难却，但最终还是都收下了。安定下来之后，天狗便开始去他要守护的那片老林子里巡山了。刚走进山里，他的内心感慨万分，这片山上的树长得又直又壮，真是一片好山林呐。当天夜里，天狗面带严肃的表情走回了家，妻子桃花不知道他是经历了什么，问其原因，天狗便把自己在身上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桃花。原来他在巡山的时候发现山中有大片树林被砍伐的痕迹，这些一定都是村民们干的。这个时候，天狗一家忽然醒悟，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刚来到山村的时候村民那么热情，原来这是笼络天狗的第一步啊。都说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天狗自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夫妻俩就把之前村民们送来的东西收集起来，放在推车上，一一还给了他们。面对退还礼品这种现象，村长和村民们自然是明白了当中的含义。从那时起，村里的人们纷纷站在了天狗一家的对立面。虽然说这个半远村又偏远又穷，但究竟穷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全村只有一口井，所有人打水都需要排队的那种。不过这个村子里还是有类似于土豪的孔家3兄弟住着有大院子的房子，开着4个轮子的汽车。这天他们请来天狗到家里做客，几人围坐在桌边涮着火锅喝着酒。几杯酒下肚后，孔家3兄弟中一人直接就开了口，他表示只要天狗不要管村里伐林这件事情，自己便能保他一生富贵。作为正直不阿的军人，天狗不仅当场拒绝，还表示只要自己在一天就绝不允许再有伐林的事情发生。于是这饭局不欢而散。说到这里，想必大家都已经明白村中伐林的主谋是谁了。孔家不仅有钱，还在村中有权，村长村民们都不敢招惹他们3兄弟。既然利用不了天狗，3兄弟只好开始了威逼。他们承包下村里唯一的一口井，不让天狗一家用水。没办法，天狗只好每天去小卖部买几10罐可乐，全家人靠着昂贵的可乐来洗脸刷牙做饭。之后不久，3兄弟又给天狗一家断了电，使他们只能点小小的白蜡烛取光。天狗一家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苦。虽然天狗当过兵，这些对于他来说都算不上什么，但妻子和孩子都有些受不了了。为了改善家中的窘迫，天狗尝试着给上级领导提交举报求救信，结果信是提交上去了，物资也批下来了，可是却并没有到达他的手里，而是被村里人给扣下了。桃花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日子，他决定带着孩子回娘家。在妻儿都离开之后，天狗也破罐子破摔了，他打算跟孔家3兄弟死拼到底，却不料被孔家3兄弟直接召集来了村里的壮汉围攻天狗。天狗被阴险的孔家老三从背后捅了一刀，随后又被村民们一顿狂揍，很快他没有了意识。不知道过了几天，醒来后的天狗已经是伤痕累累，多处刀伤，多处骨折，左身破裂，肝和脾都受到了伤害，但他却倔强地爬了起来，拿了一把枪朝着那片老林子走去。此时孔家3兄弟正在这里砍伐着山中的树林，天狗在暗处拿着枪对准了他们，他开了3枪，一枪一个准儿，直接打死了孔家3兄弟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天狗也倒下了。几天后，调查组来到了该村进行事件调查，通过天狗的日记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12年后，天狗的儿子也成为了一名军人，是要将父亲的军人精神言传下去。故事说到这里，不仅让人赞叹天狗的正直与毅力，他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，永远保持着高洁的操守和正直的品德。相信他的儿子也绝不会逊于天狗，毕竟虎父无犬子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